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？就是你满心欢喜的去买了一台号称全自动，然后最顶级的食物调理机。你原本幻想着说，按个按钮，它就会帮你变出一桌米其林等级的法式大餐。这个期待通常都很高了。对对对，结果呢，你把所有的顶级食材全部丢进去，它确实搅拌得非常快，但最后吐出来的却是一团看起来像婴儿食品的泥状物。然后你还得花上快1个小时去清洗那台机器。哇，这个画面非常有既视感，真的。这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职场上面对新科技的处境一模一样。大家原本期待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奇按钮，但现实往往骨感得多。没错，那台调理机其实就是你现在手边那些 AI 光具的缩影。你期待一顿米其林大餐，结果只得到一堆泥巴。好，欢迎来到这次的深度探讨。今天是2206年5月22日。没错，2026年了。对，在这个时间点，AI 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履历上的加分题了，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配备。无论你现在是正在通勤，还是趁着午休时间收听，我们今天的任务非常明确，我们要直接对着你说话。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。没错，不管你是正在为职场转型感到焦虑的资深上班族，还是单纯只想着今天能不能准时下班的人，我们都要带你跨越一道鸿沟，就是从单纯的知道 AI 走向真正把 AI 变成你私人助理的实践之路。其实从知道到做到，这中间的落差往往是大家最大的焦虑来源。今天我们会拆解这份焦虑，特别是针对40岁上下资深工作者的突围心态。这个年龄层现在压力真的很大。对呀。接着呢，我们会带入一套能彻底消灭 AI 废话、精准表达观点的实战工作流。最后，针对大家最头痛的简报制作，我们会根据资安还有繁体中文支援度这2大硬指标，为你盘点市面上最强的简报工具，并且带你了解它们底层到底是如何运作的。好，在我们大聊那些超神的 AI 工具之前，必须先正视一个核心，就是使用工具的人。老实说，2026年的现在，职场上最焦虑的群体，其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怎么说？最焦虑的，其实不是刚毕业还在找方向的年轻人，反而是已经在职场打滚多年、身经百战的资深上班族。确实是这样。根据1111人力银行的调查数据，有将近80%的上班族对职涯未来感到焦虑，然后超过60%的人担心工作被 AI 取代。60%，这比例很高诶。对啊，而且这其中又以行政文书、语言翻译还有文案撰写这类职务的工作者，他们的危机感是最强烈的。好，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状况。听起来大家的恐惧是建立在速度上，比如说以前花3个小时整理的报表 ，AI 3分钟就搞定了。老板是不是很快就不需要我了？这是大家最直观的恐惧嘛？对，但实情好像不是这样。我听到更多人的抱怨，反而是用了 AI 以后，工作变得更累。没错，学术界称这个现象为自动化预期的陷阱。自动化预期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，具体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你用 AI 确实省下了2个小时的文书处理时间，对吧？但你的老板并不会因此让你提早2个小时回家。相反地，老板会因为这份自动化预期，觉得你现在做很快了，就塞给你更多更复杂的任务。哇哦，这根本是惩罚效率高的人嘛！就是这种感觉啦。而且更惨的是，很多上班族因此陷入了所谓的除错地狱。等一下，除错地狱，也就是说，我以为请了一个超神的外挂，结果其实是请了一个精力旺盛、打字很快，但超爱胡说八道的实习生。形容得非常贴切，这就是我们说的 work slop， 也就是 AI 产出的劣质内容。资料显示，很多人现在花了将近40%的时间，不是在进行有价值的创作。那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帮 AI 清理那些捏造的年份，
错误的数据，还有不通顺的语句。你本来是一个内容产出者，现在却沦为了超时工作的高级审稿员。天哪，这听起来超悲惨的。既然现况是这样，那我替广大的40岁听众问一句：那些20几岁的年轻人学新工具的手速超快，什么新的 API 串接，就是那种让不同软体互相沟通的底层程式码桥梁，他们摸2下就懂了。确实，年轻人对科技的直觉很敏锐。哎，对啊，既然技术拼不过，40岁的资深工作者到底拿什么跟他们拼？其实，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整个大局，这让我想起管理学里常说的梯形人才模型。在 AI 时代，知识取得的落差已经被抹平了，但经验的落差反而是被放大了。哦，T 字形的概念就是一横一竖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年轻人的优势在于那个 T 字形的横轴，也就是他们对新工具、新技术的敏锐度。但40岁上班族真正的超级武器，是你那条深不见底的纵轴。纵轴是指什么？也就是你过去这20年累积下来的产业智慧与判断力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要去跟年轻人比赛谁比较会写程式码，或者谁能最快掌握新软体的界面。完全不需要。你的价值在于，当那个爱胡说八道的实习生把报告交到你手上时，你一眼就能看穿这些内容到底合不合商业逻辑。懂你的意思，就是判断力。没错。你知道哪一句话会得罪客户，知道哪个预算数字老板绝对不会买单，你也知道这份看似完美的企划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落地。 AI 不是来取代你的，它是来帮你处理繁琐的横向工作，进而放大你这20年纵轴价值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判断力。既然我们知道 AI 就像个需要被好好管理的实习生，那我们就得面对现实，我们到底怎么管理它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们怎么让它停止产出那些空洞的废话，精准表达我们真正想要的观点？很多人用 AI 失败，是因为他们把 AI 当成会读心术的神仙，每次都从零开始，丢一张白纸给他，说帮我写份招募企划，这当然会得到一堆废话。因为你什么都没告诉他嘛。对，所以你必须建立一套拆解过的 AI 工作流。具体来说，怎么拆解？总不可能每次给指令都像念咒语一样写一长串吧？业界有一个很实用的4步架构，叫做 Role、Go、Who、Way。可以帮我们简单翻译一下这4个字吗？没问题，你得先给他一个 role， 就是角色。比如你是一位拥有10年经验的顶尖行销经理。先设定人设。对，接着设定 Go 目标，比如针对 AI 工程师拟定加目策略。然后是 Who 读者身份，这份策略是写给不懂技术的高阶主管看的，但他可能会写一堆技术名词。没错。最后是 Way 执行方式，比如用表格列出宣传管道与预算，并且避开艰涩的术语。这里就有趣咯，因为这个框架在理论上听起来是很完美啦，但是在真实的工作场景里，比如说星期二下午3点，我赶着交一份会议记录。大家都很忙。对啊，我还要打这么长一段咒语去设定角色、目标还有读者。老实说，这难道不比我自己直接打开 Word 写还要花时间吗？这样真的有比较快吗？这是非常真实的痛点。如果你每次都要重新打这段咒语，那绝对是浪费时间。所以关键在于建立固定的 prompt 模板。固定的模板。对，这是一次性的投资，它不是单纯的工具问题，而是工作方法的问题。一次性的投资具体怎么运作？比如说，你每周都要写会议记录，你就先写好一个固定的指令模板，要求 AI 每次都必须条列出会议目的、讨论重点、待办事项，还有负责人。就是把框架先架好。没错，而且还要加上一句防呆指令。什么防呆指令？请特别标注不确定或需要人工确认的地方。以后你只要把杂乱的会议逐字稿贴进这个模板里，1秒钟就会产出标准格式，这才是能省下50%时间的实战工作流。哇哦！所以重点是把大脑的精力花在建立流程，而不是重复打字上。不过，
说到把逐字稿或者公司资料丢给 AI，这就触碰到一个很敏感的神经了。你是说资安对吧？对啊，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等于把公司的内部资讯全都免费奉送给这些 AI 公司去训练他们的模型了？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把任何资料喂进去之前，你必须在脑海里跑过5个安全检查。要背5点哦，听起来有点硬。其实我们不要死记硬背了，我们想象一个灾难场景。假设你为了解释公司明年的走向，把第3季还没公开的财务报表丢给一个免费的 AI 工具，请他帮你画一张圆饼图。天哪，这等于是直接把公司的未公开财报泄露到网络上了。如果那份文件里面还包含客户名单或员工薪资，那不只是商业机密外泄，还违反个资法了。没错，这就涵盖了前2个检查，有没有个资，有没有机密。第3个是你录下这场会议丢给 AI 转逐字稿，与会者同意了吗？哦，录音的同意权，这很多人会忽略。对。第4 AI 生成的法规或数据，你查证过原始出处了吗？最后一个，这份产出你能直接对外发布吗？答案永远是不行，必须由人来做最后把关。好，所以我们用模板管住了 AI 的嘴，也用安全检查保住了公司的机密。但拥有一份完美的纯文字企划，并不能拯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老板要看简报。完全正确。老板通常会说，把它做成简报，明天报给我看。于是瓶颈就从写作转移到了设计排版。平常做简报，10%的时间在想内容，90%都在疯狂对齐格式找图。我们要怎么安全地解决这个设计阶段？简报确实是消耗职场人最多无谓精力的黑洞。现在市面上的 AI 简报工具满天飞，但我们必须套用2个极度严格的筛选条件。哪2个条件？第一是资安第一。你刚刚说的未公开财报，绝对不能喂给有中资色彩或伺服器来源不明的工具，比如 Montress 或 Tone 这些。那第2个呢？第2个条件是繁体中文的完美支援度。这点很致命。很多欧美的工具界面看着很炫，结果一打繁体中文进去，不是排版大跑位，就是生出一堆简体字或乱码。这在台湾职场根本拿不出手啊。没错，针对这2个痛点，我们可以把目前市面上最强的简报工具分成3大派系，并且看看它们底层到底是如何运作的。第一类叫生成式 UI 派，代表作是 Gamma。最近讨论度真的很高，但我很好奇，它为什么能做到一键生成这么有现代感的简报，而且速度这么快？因为 Gamma 底层的逻辑根本不是传统 PowerPoint 的投影片概念，它不把资讯塞进一个固定的长方形画布里。那它是怎么思考的？它思考的方式是网页区块，也就是 blocks。这也是为什么它生成的速度那么快，其实它实际上是在帮你及时写出一个微型网页，所以你可以垂直往下滚动观看，繁中之源也非常完美，这就说得通啊。这就像是在选择要请室内设计师，还是买 IKEA 家具。Gamma 就像是全包的室内设计师，一键帮你把整个房间装潢得很漂亮，视觉冲击力极强。这个比喻不错。但如果你想微调沙发的位置，或者老板硬性规定你要把它塞回传统 PPT 的格式里，你反而会觉得绑手绑脚。这个比喻非常精确。如果你需要高度自由的 IKEA 家具，那你就得选第2类，原生外挂派，比如 Canva 或者 Google Slides， 结合 Gemini。Canva 很多人用。对 ，Canva 给你丰富的零件，让你自由拼装，一次还给你4种风格，弹性极高。不过它目前的 AI 生成图表能力偏弱，只能当作视觉装饰，缺乏严谨的数据逻辑。那如果是极度重视资安的企业呢？那就是 Google Slides 搭配 Gemini 的出场了。这类工具深度绑定你的企业账号，直接读取你 Google Drive 里的资料，资安防护是企业级的。听起来很安全，但有没有缺点？缺点是没有免费版，而且生成速度较慢，目前一次只能处理1页。接着，我们来到第3个派系，智慧排版派。
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个工具，叫 Napkin AI 的工具。Napkin AI 这名字听起来像是在餐巾纸上画草图，这工具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它是一个文字转图表的机制专家，它的底层逻辑不是单纯生成图片，而是解析你的文字语义，抓出里面的因果关系或流程步骤，然后把它转化为极简风格的逻辑图表。所以如果我手边有一堆干巴巴的文字，你只要贴进去，瞬间就能变成有架构的图表。另外还有一个叫 SlidesGo， 它就比较适合手上有完整内容、追求传统 PPT 格式，而且需要离线编辑的人。这样听下来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说到底，没有一个工具是万能的。如果今天听众明天一早就要跟老板提案，手边只有一堆零散的研究资料和昨天的会议记录，你会推荐怎么打这个组合技？这真的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在 AI 时代，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让对的工具做对的事。首先，我要介绍一个前置作业工具，叫 NotebookLM。等等 ，NotebookLM 可能有些听众还没用过，那是 Google 出的工具，对吧？你可以把自己的 PDF 或各种文件丢上去，然后它只会根据你给的资料来整理和回答问题，所以它不会像其他 AI 一样自己脑补胡说八道。完全正确，它就像一个封闭的数位大脑。你先把零散的资料丢给 NotebookLM， 让它帮你梳理出清晰的简报大纲与逻辑。先有大纲，对，接着把大纲里那些复杂的商业概念贴进 Napkin AI 里面，让它自动生成清晰的逻辑图表。最后，把梳理好的文字和 Napkin AI 产出的图表一起喂给 Gamma。设定好你的品牌色系，一键生成超美排版的完整简报。这就是一套兼顾逻辑、视觉与效率的终极协作模式。哇！从梳理逻辑的 NotebookLM 到视觉化的 Napkin AI， 最后交给 Gamma 负责包装，每一个环节都交给底层逻辑最适合的 AI 去处理。这真的完美呼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40岁资深工作者的核心价值。没错，你不需要自己排版、自己画图表，你的竞争力在于懂得调度这些工具，并且用你累积20年的判断力，决定这些内容有没有打中老板的需求。老实说 ，AI 简报工具再怎么强大，排版再怎么华丽，那终究只是外衣。一份简报真正的灵魂，永远在于你的观点。真的，观点才是无法取代的。对。未来职场的竞争力绝对不是看谁会背最多 AI 工具的名称，而是谁能将 AI 的高效率与自己的专业判断力完美结合。其实，当你把繁琐的备料工作都交给了我们开头说的那台食物调理机，菜单的设计、调味的拿捏，还有端上桌时的那份心意，永远都是掌握在你这位主厨的手里。在自动化席卷的时代，能够在会议室里承担商业责任，保留那份无法被程式码取代的人际温度与信任，才是你最强的护城河。没错，让 AI 去处理那些重复可预测的任务，让你重新夺回时间的主导权。好，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留给你，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的最后一个思考题了。当人机协作已经成为现在进行式，当你终于建立好你的工作流，把那些耗时的琐事交给 AI 之后，你打算把省下来的宝贵时间投资在建立哪些真实的人际连接上？是多花半小时跟你的团队面对面喝杯咖啡，还是去找那位你一直想请教的业界前辈聊聊？最后，我想请你思考一下，你现在用 AI 最多的是哪件工作上的事？或者你还没开始用，是因为什么？说真话，留言区见。